别以为你家电费单变贵，仅仅是因为打仗和通胀。阿明今天给你敲个警钟，到2026年，新加坡的碳税要直接从现在的水平狂飙到45块新币一吨。这意味着什么？就算你天天不在家，连冷气都不开，每个月也要白白多交好几块钱的排碳费。我们现在全岛95%的电力都依赖进口天然气发电，这就等于把新加坡人的钱包和经济命脉死死扣在了别人的手里。你看前2年的地缘冲突，天然气价格一夜翻倍，直接导致我们年底的电费单看得人血压狂飙。国际油气价格随便打个喷嚏，我们的电费单就要跟着重感冒。但如果你以为新加坡政府只会默默挨打，只会靠涨价来解决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如果你正好住在北部，可能会注意到能源局突然在三巴旺和阿德里一带大张旗鼓地搞起了重型钻探工程。很多安哥安弟以为这只是在修新的地铁线，其实根本不是。这不是在作秀，而是新加坡政府在绝密布局一个能让全岛电费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系统级解法。我们寸土寸金的地底下，竟然藏着一个能疯狂产电、完全不受国际局势影响的国产金矿。今天阿明就带你扒一扒这个号称新加坡地底印钞机的超级工程，到底会怎么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提到地热，很多人觉得好笑，甚至觉得异想天开。新加坡连座像样的山都没几座，更别提活火山了，哪里来的地热？顶多也就是周末去三巴旺温泉公园泡泡脚，煮个半熟蛋罢了。但这正是普通人最大的信息差。根据能源局和南洋理工大学最新的钻探数据显示，新加坡的地底下其实藏着一种叫高产热花岗岩的超级宝贝。你要知道，全球平均每往下挖1公里，地底的温度大概才会升高25度左右，但在新加坡的某些热点区域，这个温度的增幅极其夸张。如果我们能用重型基建设备一路钻到地底5公里深的地方，那里的温度将直接飙破200摄氏度。5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1500层楼直接倒插进地底。而且，现在的先进地热系统根本不需要像冰岛那样去苦苦寻找天然的地下热水库。传统地热得靠运气找地下水，万一挖空了几千万就打水漂。但新加坡这次盯上的是全球最前沿的 AGS 技术，它的底层逻辑极其暴力又优雅。我们在地下打造一个完全封闭的回路，直接往这5公里深的地缝管道里灌入冷水，利用花岗岩极其恐怖的天然热量，把水瞬间加热变成超高压蒸汽，然后再回传到地面，推动涡轮机疯狂发电。整个过程不抽地下一滴水，不引起地表沉降，就像在地底装了个永不熄火的巨型无烟锅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新加坡哪怕1滴油、1立方天然气都不进口，也能拥有源源不断的纯国产电力。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新加坡现在满大街连祖屋屋顶上铺满了太阳能板，而且我们不是还能去邻国买绿电吗？为什么非要死磕难度这么大的地热？阿明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实话，因为太阳能和进口电根本救不了新加坡的命。别看我们政府定下目标，太阳能装机量到了2026年会冲到1.5吉瓦，但现实的数据极其残酷。在新加坡这种动不动就暴雨连阴、常年多云的热带气候下，太阳能的实际利用率常年不到20%。新加坡就这么大，你总不能为了铺太阳能板把全岛森林都砍了吧？最致命的是，太阳能没有集合能力，天一黑，雨一下，太阳能直接罢工。但全岛的冷气、医院的仪器，还有那些吃电如流水的跨国数据中心，难道也跟着停机吗？要知道，科技巨头的服务器断电1秒，损失都是千万美金起步，到头来还不是得靠烧天然气顶着。那进口电呢？比如现在搞得火热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跨国电力贸易，听起来很美好，但你仔细品一品，这等于把国家能源的咽喉主动交到了别人手里。海底电缆被破坏怎么办？邻国缺电违约怎么办？这种把命根子交出去的感觉，绝对是如芒在背。一旦区域政治出现哪怕一点点摩擦，人家电闸一拉，新加坡瞬间就要面临瘫痪的风险。而地热的压倒性优势，
就在于它的能量密度极高，而且是24小时无间断输出。同样功率的发电站，地热的占地面积只有太阳能的1%到1/10。对于寸土寸金的新加坡来说，这不仅是唯一能在本土大规模落地的国产机核能源，更是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这件国家级的大事，对我们普通新加坡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阿明告诉你2个字：资产。天然气的价格是跟着国际油价上蹿下跳的，但地热完全不同。地热发电的核心是固定成本，也就是前期挖洞和建厂的基建费。一旦这座地底印钞机建成，后续的发电几乎是零燃料成本。这意味着新加坡能够在全球能源通胀的乱世里，强行给自己画出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电费安全区。不管外头通胀怎么飞，我们的工业和民用电价都能稳如泰山。这对吸引全球顶级跨国资本来说，简直是致命诱惑。你以为政府豪掷1600万新币给盛誉集团做全面的物理调查，仅仅是为了搞科学研究？错，新加坡维持全球第一营商环境的核心密码就是确定性。这1600万是给新加坡未来的国家资产买一个稳压器。更炸裂的是，如果你正好住在北部，比如三巴旺、义顺或者阿德里一带，千万别抱怨最近的施工噪音了，你可能正坐在金矿上。你想想，如果未来这里真的落成了世界首个城市中心地热站，不仅北部的电网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热发电产生的庞大工业余热，还可以直接用来搞区域供冷系统，或者发展高科技的垂直农业。这会直接催生周边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型高科技绿色产业园，大量的跨国企业和优质就业岗位会疯狂涌入北部。你想想，一个自带绿电光环、拥有顶级制冷系统的新区，房产价值会达到什么级别？这不仅是国家能源结构的改变，更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区域资产价值大洗牌。阿明今天费这么多口舌想带你看懂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发电厂，而是新加坡政府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顶级生存哲学。我们有天然气作为保底，有太阳能作为补充，有区域进口电作为调剂，现在又要强攻地热这张王牌，这就叫做极致的能源韧性。在城市中心挖地5公里，现在的工程技术难度简直堪比登月。但新加坡的底层逻辑一向是，既然现在的技术还没完全成熟，那我就用国家财政的实力和顶级的全球招标，去强行把这项技术逼成熟。这就跟当年新加坡搞新生水一样，一开始全世界都觉得是笑话，结果却成了出口全球的顶尖技术。这种提前30年甚至50年进行战略布局的系统效率，才是新加坡能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对竞争对手实行降维打击的真正原因。在别的国家，大家挖地是为了找石油发横财，而新加坡挖地是为了找未来，为了生存的底气。这次能源局的地底之战，决定的根本不是今天的电费单便宜几毛钱，而是我们下一代人在开冷气的时候，再也不用盯着别人的脸色发愁，再也不用担心被随时切断能源的咽喉。你觉得新加坡这次的地底大考能顺利拿满分吗？北部的房价会不会因为地热战迎来爆发？在评论区告诉阿明你的答案。记得点赞订阅，阿明带你用最犀利的视角看透新加坡。我们下期深度局不见不散。